你知道吗？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80岁，但是基层警察人员的平均寿命却不到63岁。为什么警察会这么短命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警察执行安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19年的7月3日，一位年仅24岁的铁路警察在自强号的列车上面被一位民众刺伤腹部，最后宣告不治。2022年的8月22日，两位台南的检警在追查失窃机车的时候，被埋伏的嫌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攻击，最后两人也不幸殉职身亡。警察的工作性质以及庞大的工作压力，常常会直接或间接的让他们的生命安全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2起案件发生之后，警察执勤安全的议题就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有很多人认为，这些悲剧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台湾对于警察用枪时机的规范大有问题，让他们错过了可以保护自己的机会。那2022年底，政府也顺着这股潮流修正了警械使用条例，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明定警察可以直接用枪射击的情境。但是这样子的修法到底能不能够避免悲剧其实专家跟民众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就要来看看法律到底修了哪里，大家又有哪些意见跟建议。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讯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挫折、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另外，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没有刻板的印象，热销超过2万本，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一直以来，警察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从2016年到2021年之间呢，有高达2362名警察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受伤或者是死亡。造成这些伤亡的原因包含像交通事故、歹徒袭击、突发意外，还有过劳等健康因素。甚至在这几年疫情爆发的阶段呢，警察也有因公染疫伤亡的案例。那这边因为篇幅的关系，今天这集的讨论我们会把焦点集中在歹徒袭击所造成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警察在执行临检的盘查、拘捕、搜索等勤务的过程当中受到攻击而造成的伤亡。这类案件呢，也常常是社会瞩目的焦点在前面介绍那2起重大案件发生之后，舆论强力的要求改革。有人批评现行的规定根本就不支持警察用枪，因为他们开枪之后呢，就会有写不完的报告，更可能要面临被告的风险。所以警察就算有配枪，也不一定敢开。那在这类的讨论当中呢，也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应该要效法美国，让警察可以在对的时间果断开枪。在影视作品或者是新闻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美国警察果断掏枪然后射击坏人的画面，而他们在受训的过程当中也会被灌输如果遇到威胁就要开火的观念。但相对来说，台湾的训练或是法律就没有这么的鼓励警察开枪，所以很多民众就会希望执法人员呢可以拥有像美国警察的开枪权，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迅速的制服歹徒，保护自己也保护民众。那在去年的台南双警命案之后呢，立法院很快就做出回应，修正了警械使用条例。针对用枪规范的部分，这次修法增订了4种警员可以使用枪械射击的情境，让警员在特定的紧急状况之下可以有信心的使用枪支，不会绑手绑脚。而除此之外呢，这次的修法还增设了警械使用调查小组，用来厘清警察开枪案件的责任调查。同时，如果警察使用警械所导致的赔偿案件呢，有适用国家赔偿法，将会直接由政府来负责赔偿，避免远警开枪后还要独自面对诉讼的压力。政府这次大动作的修法呢，可以说是将警察用枪的规范，从用枪当下的要件到事后调查与赔偿程序都全面检讨一轮。不过，针对这样子的调整呢，舆论并没有一面倒的支持，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声音。在批评的部分，首先有人认为把用枪要件规定的这么细，不仅达不到效法美国强势用枪的执法，反而可能会限缩警方用枪的时机。因为在立法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具体列出所有现实会遇到的情境，所以一般呢都会用相对抽象的概念去订定条文，以免遇到个案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弹性。但这次修法用4个条款详细的列出了警察可以直接开枪的情形。那如果自己遇到很危急，但刚好不符合要件的状况，反而更不敢开枪。
一旦他们该开枪又不敢开，那一样可能会陷入危险。而另外，也有人认为除了用枪实际的部分之外呢，很多警察之所以不敢开枪，其实是怕自己开枪的动作并不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比如2014年桃园有个员警在拦检一个通缉犯时，因为对方倒车逃逸先对空鸣枪示警而无效之后，朝他的腿部开了3枪，最后对方失血过多，伤重不治。后来这名开枪的员警被法官判决业务过失致死，因为法官认为他其实有其他处理的方式，但却选择开枪射击，导致最后伤及生命。那在修法过后，这个员警呢可能还是会被判定有罪，因为这次的修法呢并没有调整到关于比例原则的部分，所以有些人会批评政府把改革的焦点都放在警察用枪，眼界太狭隘了。因为呢，警察执勤安全的问题，除了用枪时机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面向可以着手。对警察来说呢，在很多执勤的场合当中，枪跟子弹都不是最有效的选择。举例来说，2017年曾经发生越南移工阮国飞被警察连开9枪射死的悲剧。当时阮国飞赤手空拳丢路边的石头拒捕，那受到威胁的警察在使用警棍以及辣椒水无效之后，手中呢只有警枪能够用。那有人就认为如果他手上有电击枪防爆网枪或者是其他非致命的武器，或许就可以用比较符合比例原则，不至于造成对方生命危险的方式去制服对方。不过目前第一线的警察们其实非常的缺乏相对低杀伤力的警械。那虽然这几年警政署有陆续的添购，但因为成本很高，所以不管是要拿来训练或者是实务使用都有困难。另外，除了缺乏低致命性的武器之外呢，也有现职的员警爆料，基层员警的防护装备也非常不够。在他们的单位里面，30个人只能够共用6件防弹衣，而可以防止利刃刺穿的防砍衣也还不是普及的应勤装备，让他们的执勤安全出现漏洞。除了获得装备以外，还要有充足的训练，才能够发挥应勤装备最大的功效。有报道就指出，虽然现在有规定每个月在职警察都要接受8个小时的训练，但因为排班的关系，这个训练的时数被切割的零碎，而且训练内容僵化，效果也不佳。举例来说，传统的夺刀术夺枪术等等的训练项目就被批评为欠缺实用性，但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蛮主要的一环。而此外，在整体警察文化之下，其实大家也相对的没有那么重视训练。警察自己可能就认为，比起训练呢，办案或者是执勤的工作应该要更优先。因此，有专家学者就建议，训练的内容呢，应该要调整跟实务接轨。举例来说，以现今的执行环境，指导员警如何有效的使用辣椒水，或者使用柔性的话术去跟民众或者是嫌犯沟通，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呢，训练的时数安排最好连贯，增加训练效果，而且要透过升迁、奖励或者是惩罚机制，从根本上让警察文化更重视训练。最后，警察勤务制度的部分也非常重要，甚至这可能也是整个议题当中影响层面最大的问题。毕竟，如果警察要保护民众的安全，那他们工作的时候要有精神就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上班的精神不佳，先别说是维护治安的，连保护自己可能都大有问题。但是目前基层派出所的人力配置却非常不够，像是交通稽查、家户访查，以及常常要处理的车祸案件、临时报案的这个备勤排班，往往都只有1个人服勤。如果有突发状况，也很难用优势的警力来处理。警察的工作压力平常就很大了，不但会遇到各种危机，生活作息也常常日夜颠倒。那在人力缺乏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工时更是超出了一般公务员规定的8小时，每天都常态性的安排10到12小时的勤务。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呢，不只是工作上面的精神与专注力会受到影响，就连个人的健康也可能会亮红灯。所以很多人就呼吁，应该要想办法增加警察的人力，除了确保每个勤务都有双警以上的人力配置，也要让员警的工作时间回归到每日8小时，才能够保证执勤的安全，并且保障民众安全。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警察执行安全的议题真的非常重要，因为这不只关系到警察的自身安全，也跟我们的治安息息相关。但要不要像美国那个样子，让警察可以更强势的用枪，我们抱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
根据统计，美国一年平均有上千个人会在警方执法的过程当中遭到杀害，所以美国社会这几年也已经出现了很多改革警察用枪标准的声浪。另外，美国警察用枪权力之所以那么大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美国人民可以合法的拥枪，所以警察执勤的风险更高，连带的法律呢就会给警察更强势的地位，才能够确保他们可以顺利的维持治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有状况跟台湾比较接近的日本，近年呢曾经有全国警察一年呢总共只开了6枪的记录。他们认为像美国一样把警察军事化，不仅有被夺枪的可能，歹徒的抵抗也可能更强烈，反而会引起更高的风险。同样的，位于地球另外一端的英国，大部分的警察甚至不用也不愿意配枪，因为他们觉得配枪会带来更多的责任与风险，而且这样子会影响市民与警察的关系。配枪的警察呢，也更容易下意识的把民众当成敌人，而不是要保护的对象。所以看了这么多案例之后呢，我们觉得如果要让警察执勤更安全，或许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方向可以去努力。可惜目前我们看到比较主要的讨论跟政府的资源都还是集中在警察用枪的议题上面，所以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呢，来让其他的面向也获得更多的关注。那当然，今天我们时间短暂在其他面向讨论也没有办法讲很深，所以如果你有更多的资讯或想法，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帮忙补充哦。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关于警察执行安全的议题，你希望政府可以从什么地方着手呢？我希望继续守法，让警察制服歹徒的时候可以更明快的用枪，不用担心一堆事情。比如我希望政府提供更多不致命的武器，避免警察陷入比例原则的难题，也保护民众安全。所以我觉得相对于武器的部分，先扩充远警人力比较重要。对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警察执勤安全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警察盘查以及铁路杀警案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